我最近很纠结，很困惑。我33岁，离异无娃，财务工作。半年前通过家里介绍认识了现在的未婚夫，他也离异无娃。我们小县城，他条件还行，踏实肯干，有责任有担当，没有什么花花肠子，适合结婚。和他在一起说不上来的感觉，他很没有安全感，看我看得很紧，但是我可以接受。我最接受不了的是，我俩现在同居，他都就是不跟我吃牛脆脆啊，他就是我们同居，他现在不跟我吃牛脆脆。我俩谈恋爱到现在呢7个多月，就吃过2回牛脆脆啊。我问过他，我说如果你心里是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可以慢慢治疗；身体不行的话也可以治疗。他说他没有问题，最近在吃中药调理身体备孕。他说下个月要开始生一个体质很好的宝宝啊。这怎么跳到这一步了？这怎么就要生宝宝了？结婚了吗？这什么呀？这什么？可这是借口啊！我觉得我俩在一起，就像结婚10年的，躺在一个被窝刷个手机，连拥抱都没有。哎，我也33岁了，我知道人不能既要又要。你没有既要又要啊，姐妹儿，这还叫既要又要？这不就是很基础的需要吗？这什么既要？没有既要又要啊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所以我很多时候都在妥协，就觉得他各方面都很适合结婚过日子，我都能忍。可是这个过程我很难过，很难过。也不是说我非要跟他怎么样，就是因为知道被爱是怎么样的，所以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不爱我。可能我对他来说也只是适合结婚吧。哎，我很喜欢他，因为他能逗我开心，而且我慕强，他事业和家庭都挺好的。他除了不吃牛脆脆以外，其他的我挑不出毛病。说他不爱我吧，在细节里相处也很能感受到他的爱，就是很疑惑他为什么要这样。这个年纪了，他37了，我33了，真的不想再折腾了。我俩都是想早点生孩子，安稳踏实的过日子。可是他这样的行为让我真的很困惑，有时候就很难过。都说我漂亮，性格有趣，可是我的漂亮和自信在他面前坍塌了。打听打听吧，啊，姐妹儿，咋认识的？家里介绍吗？小县城吗？相亲认识的吗？咱小县城不是有一个优点吗？咱小县城不是说3个人之内必就认识他吗？打听打听吧，上一段是咋离的？看看能不能隔几个人问问他前妻咋回事儿。这兄弟，你打听打听吧，好不好？这不隔几个人就能认识他吗？打听打听吧，打听打听吧，别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了。哎，这怎么了？这漂亮和自信怎么还坍塌了呢？别坍塌呀，这有啥好坍塌的呀？啊，那手机反正你俩也是躺被窝刷手机，那手机别白刷呀，把那个微信，把咱们这个同事什么表哥表姐表妹兄弟们问一问，是吧？说我现在这男朋友你们以前听说过吗？帮我问问他以前前妻谁认识，打听打听为啥离的婚呢？帮我问问，我害怕要结婚呢，要生孩子了，之前是因为啥呀？帮我问问。肯定有热心肠的给你打听啊。其实估计早打听好了，就是没告诉你，你赶紧问吧，一问就能问出来。我估计你身边的人早打听完了，只是没告诉你而已，怕你受不了。估计一问就有。哥，你散发着智慧的光芒啊！你头剃秃了你也散发，它反光，你看这都高亮了，这都反光。你剃秃头你也散发，好吧？思来想去，想给蛋发个私信。之前有一个同事，我们在一个办公室，虽然他不是我喜欢的那种长相，但是相处起来人非常好，也很照顾我。哎，这个手机支架还可以这样用，也很照顾我。今年1月的时候，他跟我表达了能不能在一起试一试。我一是纠结，确实不想和同事谈，怕万一没结果成了别人嘴里的八卦；二是确实觉得长得不是我的菜，就拒绝了。后续我们还是和平时一样相处。最近得知他可能有女朋友了，我心里开始有波动，但是搞不清楚自己是喜欢他还是别的情绪。工作以后一直在相亲，也没有遇到能长久相处的男生，现在在犹豫要不要试探着问一下他有没有女朋友，但是他有或者没有我都想不好下一步自己应该做什么，希望得到蛋的指点。祝小卖部生意兴隆。你问吧，你问完了就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了啊，姐妹儿，直接问。问完了你可能就是一问他说没有，然后你突然就发现哎，好像长得确实不是我的菜啊，然后你就说哦没有啊，好，那没有吧，然后就走了。要么一问说你有女朋友吗？说有啊，有女朋友，不行，能不能分手跟我在一起啊？你问了就知道下一步该干啥，问一问，好吧，姐妹儿，问问你就知道该干啥了。这个长相吧，有时候能看顺眼的啊，这个长相有时候吧，多看2眼也就顺眼了，长相没那么重要，还是你这个不服输的心比较重要啊。我和男朋友谈了3年多了，2个人感情非常好，但是家里不同意，一直让我分手。哎呀，道德绑架我，说我谈了这个对象以后，他们操心的睡不着觉，说我妈做梦会哭，因为我谈了对象，她不爱打扮了，因为我什么呀？我家在县里面，
我在市里上班，回去一次只要我提起我男朋友就吵架，平常打电话也会吵架啊。我妈说要跟他结婚就是断绝关系。这3年期间，我男朋友提出过很多次见家长，我家里面就是不见，这是为啥？你男朋友咋了？干啥了？我男朋友一直没有放弃，就在前不久，我回家说了见家长这个事儿，家里不同意。过后2天，我妈生病了，他们就怨我。经过这次的事情，我男朋友说他看不见希望了，要和我分手。可是我还想坚持，我该怎么办？你男朋友，你爸你妈讨厌这个男朋友的原因是什么？你能告诉我吗？见都没见过，讨厌的原因是什么呀？我好费解啊，我不明白啊，什么理由啊，姐妹儿，你们不沟通的吗？直接就断绝关系啊？你问问他们讨厌你男朋友啥呀？你再给我来封信吧，这我哪知道？没法回答了，太费解了，太费解了。蛋总30岁了，还在吃感情的苦。我和我男朋友是世俗意义上绝对的门当户对，我们在一起1年多。他真诚善良有耐心，对我很好，我真的觉得精神层面有共鸣。但是每次我想往婚姻方向进一步，都会给他带来很大的压力。2周前我们分手了，他说他的工作实在是太没有前景了，收入也低，没有信心给我和未来的孩子足够好的生活。他总是在和别人比较，觉得自己命不好，混得还不如曾经不如他的人。这种人离他远点得了，心态不好。哎，这后面不想看啊，这种人离了就得了，分开挺好的。神经病啊，这种人格不会幸福的。他担心我会在40岁的时候面对家庭矛盾，说他无能。他说我值得更好的人。我觉得他就是脱口秀里说的那种配得感低、回避型、焦虑型人格，恐惧婚姻、理想主义。这谁的脱口秀啊？少听点脱口秀，这什么马达呀？啊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都什么东西啊？什么理想主义？他也配什么理想主义？说什么呢？啊，你这个男朋友说点俗语，就是叫小家子暗气就行了，还什么呀？就是心态不好啊，心态非常不健康。恨人有，笑人无，就是那个人，就是那个裁定。不用整这些新词啊，这什么脱口秀？少看点脱口秀啊，什么玩意儿？他就是那个什么，就直接用大白话说就行，小家子暗气，恨人有，笑人无，就那种人，就离他远点就行了。哎呀，他偏偏要结束这一切，哎，这干啥呀？结束就结束呗。哎，蛋总，他说他会看你的切片，万一他刷到，万一能拯救一段感情呢，能不能劝劝啊？也行，兄弟，你会看是吗？兄弟，刚刚那个恶评先别看啊，刚刚可能是恶评，先别看。我认真跟你说啊，你不要这么想问题啊，兄弟。什么混的还不如曾经不如他的人，你跟别人比什么？兄弟，你要真觉得我说话有道理的话，你要真刷到了的话，刚那个前面恶评先别看啊，那个人身攻击的先不用看。我跟你别老跟别人比啊！啊，比什么玩意儿？什么呀？什么混的还不如曾经不如他的人？你为什么首先你怎么人家就不如你了？首先这个就很怪，为什么要觉得有一个人不如你，然后又要跟人家比，觉得人家又混好了？你好好过好你自己日子得了呗！啊，哥们儿，好不好？你要是真看着你觉得我说话有道理的话，然后你女朋友给你整这些词儿不要听，什么配得感低、回避型、焦虑型，什么呀，这都是，别听这些啊！你就好好的，大大方方的就完事儿了啊！不会给我拉黑了吧，兄弟？不会一生气给我拉黑了吧，兄弟？快回来，兄弟！买个佛学入门听听，别跟别人比较产生痛苦，别跟别人比，买个佛学入门听听，别觉得自己命不好，这都啥呀？你看你女朋友，是吧？你们在一起1年多，然后这么爱你，就想挽救你的感情，给我写信，你还命不好？我觉得你命很好，命相当好，别老觉得自己命不好。这个觉得自己命不好有啥用啊，朋友们，千万别没事就觉得自己命不好。你觉得自己命不好有啥用啊？有什么用呢？对你改善你的人生有任何帮助吗？别觉得自己命不好，再不好都已经是最好的，还能有多不好？这很奇怪的。哎，我都特怕人说我自己命不好，这在我眼里就是那种，确实我奶奶就会说这人小家子暗气啊，就是我们那边俗语。哥们儿，你刚听了别太往心里去啊，我奶奶就会这样说别人。就有人在那坐着就说我命不好，我奶奶听到就觉得你看这人小家子暗气的，一天天的，有啥命不好的呀？没什么命好不好的，甩锅给奶奶了？没有啊，我觉得我奶奶说的非常好。你像我奶奶带那么多孩子，然后那个年代，山东人漂泊到内蒙古，还带着孩子在那种乱世，然后呢，以前生活条件还非常差，就是过得非常苦啊，整个。但我奶奶给我的感觉就是，我奶奶从来不会说她命不好。他听到谁抱怨这些，他都觉得有啥用啊？真的，不要抱怨自己命不好，再不好都已经是最好的了。想一想啊，真的，再不好就已经是最好的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还能抱怨，真的不好的连抱怨的机会都没有。我奶奶的口头禅就是没事儿，从小就是没事儿，这有啥事儿啊？没事儿啊，没事儿。刚刚那个兄弟，哎，我说清楚了，兄弟，别老想别人，别老想命不好，自己把自己日子过好。
但你好，我是96年男生，之前看过你一个视频关于存在焦虑话题的，我感觉我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。我介绍一下我的情况吧。22年底左右，父亲去世，我继承了遗产，他大部分的房子、店铺以及地皮之类的。在他离世前，他跟我说了一句：“你没有能力让这份财富传承或者延续。”自那以后2年时间里，我一直被这句话困扰，导致长期思想鬼打墙，想做点什么。例如投资创业，投下去了也只敢投特别小的数额，因为害怕失败，又特别焦虑，感觉被他说中了，自己确实没有让财富传承的能力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守着，不花也就不会减少。今年年头呢，有个女朋友，情况也不见得好转，反正就是活得特别憋屈抠搜，就每天琢磨，也不见得有什么行动，天天得过且过，行尸走肉。希望得到你的建议。哎呀，就是我还有一些情感的问题，就是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后，她特别介意我一个异性朋友，就是打小就认识的那种，而且她的男朋友跟我也特别好，就拗不过我女朋友。吵了无数次之后呢，我妥协答应了，不跟我这个发小联系了。身边也一起玩的朋友也觉得我真是窝囊，觉得我重色轻友。想知道你是怎么看待异性好友的？你这后面这个问题简直是无足轻重啊，哥们儿！前面这个问题你还有闲心关心后面这个问题啊，兄弟，What are you doing？ 你爹啥情况？他没有不尊重那个逝者的意思啊。但是这话你说也不合适，我说了吧，非亲非故的。我觉得你爹有点过分啊，我就直说了，虽然没有不尊重的意思，但你也是挺痛苦。你也没法说，你也不敢想，我就替你说了吧。这啥意思呀？去世前说一句，你没有能力让这份财富传承或者延续啊？这么狠吗？留下一个这么大的困扰给这小朋友，太闹挺了，这太闹挺了。哥们儿，你看过那个《盗梦空间》吗？我们看《盗梦空间》都是看这个诺兰故事结构，你可以看看，可能挺疗愈的。那《盗梦空间》其实有一个故事内核就是讲这个，前半程有一个内核就是讲这个，你可以看看，应该能疗愈你一些。前半程他们一直给那个人植入一些想法 ，Inception 的时候就是跟这个遗嘱啊啥的有关系。然后如果特别困扰，我觉得你也可以去找一些心理咨询，可以的。但是哈，他如果传给你的就是点房子、店铺、地皮，这有啥传承不传承的？你不卖不完了吗？你全给他租出去不完事儿了吗？小伙子，房子、店铺、地皮，你就全租出去不就完事儿了吗？这不就传承下去了吗？租会吧，租出去不就行了吗？这有啥传承不下去的？你不卖不就传承下去了吗？小伙子，立足投资创业，你拿租金去创业啊，亏完了以后就在家老老实实待着，等着新的租金到，这种生活试试看呢，感觉可以吧？然后有一些你身边要是有一些人啊，撺掇你去投资啊、创业啊，撺掇你卖房子卖地啊，就离这些人远点啊，小伙子，你这应该是衣食无忧，问题不大，然后就别有太多的那个就行了。钱这个东西呢，花嘛挺难花完的，但你要是突然有梦想了就不一定，小伙子是吧？啊，不要突然有梦想，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，花点租金你也花不完，天天快快乐乐的不挺好吗？想干点啥是吧？力所能及的，就这个财务范围之内都干点啥，没啥。然后跟你妈妈聊一聊，心理医生聊一聊，跟妈妈聊一聊，你问问妈，我爹啥意思？你俩认识的时间长一点，我爹什么意思呢？妈妈，他什么意思？那样聊聊。你后面这个问题吧，就是打小一起的发小女生，完了呢，你还跟她男朋友都很熟，完了你女朋友就特别介意，就不行是吧？你就分手吧，我建议是分手啊，好不好？这没谁对谁错，我建议你就分手吧，别琢磨了。琢磨的这个头晕，这有啥好？直接分手就行。多跟你妈聊，为什么分手？小朋友，这小伙子稀里糊涂，就是强烈建议啊，没事在家多陪陪妈妈，多跟妈妈聊个天，过段时间自己心气儿理顺了就好了。我把这个小风扇给你们拔了，听这声音很得劲。但我在婚姻漩涡里，我是一个在婚姻漩涡里挣扎的女人，与他相识20余载，相恋结婚15年了，我脑子进水，糊住双眼。努力工作赚钱养家，也养他。异地5年，供他读书读到博士。2胎孕期他出轨了，而且开始冷暴力我。我迅速变身福尔摩斯加忍者神龟，查到了这女生的祖宗18代和生平，离异无孩儿，然后就生忍了3年，直到去年我们结束异地，一家4口从地理位置上算团聚在一起，但是他依旧与他维持着没羞没臊的违背道德的关系。女生和我说他们有共同的爱好，你俩还聊上了，你俩还唠上了。女生和我说他们有共同的爱好，说他不爱我，说不被爱的那个人才是小三，
说我是不是能接受他们的关系？我现在想想，真的是见他都是一种耻辱。但我现在还在这段关系里和他维持着室友的关系，我们共同养娃，毫无交流。我很矛盾，内心期待他有一天回心转意，回到那个最初爱我如生命的大男孩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帅的大男孩，完美的身材，大男孩又出现了。但是又觉得现在的生命真的是浪费了，可是走不出来，真的走不出来。但我努力在学习，在社交，在提升自己。你提升自己了吗？没感觉啊，你哪提升了？没感觉啊？啊，哪里提升了？提升在哪里了？到底？我的天，我的妈！也在和很多高能量的伙伴连接，是不是报那些课了？姐妹儿，你是不是报那些乱七八糟课了？也在和很多高能量的伙伴链接，是不是8888报课了？姐妹儿，我听这个用词都头晕啊！跟谁链接呢？啊，是不是又跟那些那个？哎呀，我真的不想说，哎，救不了你们。我想让自己有一天能够脱离这种低质量的关系，我也想有一天可以完全不在意过往的，但应该会有好多姐妹骂我，看不起我，觉得我输不起。确实也是吧，不知道没看骂他了吗？不一定啊，骂了吗？感觉不一定骂你了，但是怎么会觉得你是输不起呢？你这谈得到输赢吗？这谈个恋爱怎么老谈输赢呢？咱们是有多少人生活在武林中啊？朋友们，你们天天给我写信这些人，是有多少人还生活在武林里啊？都是绿林好汉是吗？侠女怎么了？天天要有多少擂台等着你打？怎么就输不起了？你什么时候进入的这个比赛？这个较量，这个江湖，这个风起云涌，这个华山论剑，怎么你就输不起了？什么呀？确实也是，但是现阶段确实还没有能力。什么能力？这个家钱不是你挣的吗？啊？什么能力？还需要什么能力？要飞檐走壁？需要什么能力？要高能量的伙伴给你链接，给你接贴上去？什么能力？要飞起来，灵魂出窍，你要是不是学这些呢？啊，是不是学这些呢？但是我会好的，不一定。这时候你不要自信了，前面该自信的时候不自信，这时候就别自信了。我看你短期内好不了，给我加油吧，加不了了，但我老喜欢你了。哎呀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自从看你读信，我都觉得我的事儿都不是事儿，是事儿，你的事儿相当是事儿啊，你的事儿在事儿里都算事儿啊，姐们儿。我的妈，真欢迎大家啊！头晕了，怎么头晕呢？哎呀。高能量的人不会是我吧？跟我链接呢？啊，点开了我的小卖部链接啊，不是这个链接吧？啊，跟高能量的伙伴链接，不会是打开了我们小卖部的链接吧？然后吃了一点这个能量很高的奶皮子，不是，是这种链接的话可以啊，这种链接我支持你啊，这个对你伤害还小一点，顶多那个发胖。哎，离你那些高能量的伙伴远点吧。你是这样，咱也不是那什么，姐妹儿，我就问你一件事，你扪心自问就行了，你也不用回答我。跟这些高能量的伙伴链接的时候，收不收你钱？收钱就少链接啊！来我这儿，跟我们这儿链接呢，你不买东西也是可以跟我们链接的，好吧？不用花钱也能链接，不要老整那个要花钱的链接，好不好？当然你花点钱我更高兴。我真头晕呐，这都啥呀？什么呀？一家4口，什么呀？我们共同养娃，毫无交流，内心期待他回心转意。回到那个最初爱我如生命的大男孩，都哪来这么多大男孩啊？啊，哎呀，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大男孩吗？全跑我小卖部来了，都让你们给遇着了，我怎么很少遇到这些大男孩呢？都让你们碰上了啊！朋友们，赶紧给我离婚！真头晕呐，输不起，到底是什么比赛呢？到底你们都背着我偷偷参加了什么比赛啊？就是这个人生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擂台，没有人邀请过我呢？你们怎么都上了这个擂台啊？什么叫输不起啊？这一段关系里怎么这个输赢是什么意思呢？谁呀？谁让你们比的这个赛？谁办的？第几季了？这个比赛什么呀？这都是什么赛季了？现在是什么叫输不起啊？结婚有俩娃，啥意思呀？他跟小三走了，你就输了？离婚了啥意思呢？我好难懂啊！什么叫输不起啊？就是现在她这个老公啊，他们俩有俩孩子，完了她这个老公和这个新的女朋友已经相处好久了，然后他也见过这个女生了，然后这个女生跟他说他不爱你啊，说不被爱的才是小三，啥意思啊？意思你现在就不能走，走了就是输了，就爱着不走，哎，躺地上打滚就不走，就不离婚，就跟这个大男孩好，这样就不叫输，这样叫赢。奖品是什么呢？请问赢的是什么呢？你赢得了什么呢？什么赢总要赢个东西吧？赢什么呢？你赢得了什么？赢得了什么呀？我不懂呀！咱们不是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，赢得了友谊吗？难道说共同抚养孩子，
室友关系，赢得了一个室友，赢了什么呢？赢了什么，姐们儿？问问自己，赢得什么？你输又能输掉什么？哎，赢了一口气。哎，咱们不蒸馒头蒸包子，咱们就争这口气。哎，蒸点包子吃吧，别争气了，争那么多气干啥呀？为什么要争那么多气啊？蒸点包子吧，没事儿，别争气了，好不好？我看你们就是太争气了，姐们儿，你太争气了。咱们一定要这么争气吗？咱们没事蒸点包子不好吗？我错了，朋友们，我崩溃的太早了。哎，人家后面还有，我给往下一翻，后面还有，好长啊，后面还有好长啊！哇，我感觉我这口气不够用了，怎么还有这么长啊？哇，我惊了呀，怎么后面还有啊？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，每个人都是剧本里的主角。我的剧本是狗血悲情剧，但去年7月份我们结束异地，就现在是那个详细描述了。我以为我们会回归一个正常的家庭，结果冷暴力，撒手不管。我以为他想要离婚，他又不要。今年4月份他生病住院，需要做射频消融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定好手术时间他也没告诉我。后面医院给家属打电话，打到我这儿我才知道。结果到医院后我才发现，第三者就在医院陪着他。当着我的面嘎嘎扯扯，一脸心疼的看着我老公的身上的针，一边给他呼呼，一边嗲嗲的问疼不疼，呼呼呢还，哎呦天，后面第三者跟我做了一个长达49分钟的谈话，让我放了他，成全他们，我都录下来了。我说你时间这么精准的，49分钟你都记得住，原来是录下来了。录个期播客，姐们儿，给自己录个期播客，姐们儿，说我与第三者医院对谈实录啊，不会投稿吧？不会，我将来不会在什么哪个谁的播客上听到吧？这个我的天哪，给自己录个期播。我老公让我回家管小朋友，让小三儿陪他，同时死不承认，只说是普通朋友，我觉得很可笑，想离婚。但是初中就认识的交情，青梅竹马的经历，付出那么多的不甘心，2个孩子的牵扯，还有放弃一切孤注一掷在新城市刚刚开始生活的我，真的是万般纠结。我想着就这样搭伙养娃吧，积蓄能量。我能量不够，谁教你的这些词？这个能量不够是谁？是不是你那些要跟你链接的高能量朋友教你的？说你能量不够，是不是卖你一些可以增加能量的东西了？你吃点奶皮子吧啊，吃点奶皮子能量就够了。嗷嗷够啊！不能够支撑我下决心离开他。等我能量多了，不怕分开了，再决定去留。你能量，你吃点奶皮子，吃点牛脆的都行啊，这玩意儿能量都可以啊。这个能量是1544千焦，好吧？你少跟那个高能量的人整能量啊，你吃点这个就有能量了，好吧？你的能量超出你的想象，好吧？吃点肉，吃点奶皮子，哪来的这些词啊？每天的见面，还有他偶尔的夜不归宿，不断的打破我重塑的框架，但我该怎么办？我的妈呀，我的天！后面有一些这个信息，我感觉念了会暴露啊。反正他们现在在一个大城市，她老公就是还可以，这个社会身份，孩子也因为这个老公嘛，刚过个户口。然后这个姐们儿后面没了吧？哎，我都害怕后面还有没了，赶紧离吧啊！没啥，能有啥建议？没啥建议。我的天，惊了，震惊！但，我和这个男生是今年3月因为同学介绍认识的。他是我同学男朋友的同学，怎么感觉又是一帮小孩呢？我们刚开始微信聊天，聊了10天左右，约了见面吃饭。见他第一面感觉挺好，挺熟悉的感觉，聊天感觉也不错，挺踏实。后面就接着每天分享日常，因为工作忙，他每天晚上下班还要加班，基本都是周末约着见一面。不紧不慢，每天聊天一直持续到6月。我身边的朋友都问，怎么还没有动静啊？聊啥呢？一天问的我都着急了。我就问了，我说你咋想的？他说感觉挺好，挺搭的，但是我们彼此接触时间也不长啊，只有周末见一面。他说我可能也没有完全了解真实的他吧，反正就是在接触。我当时正好要去外地出差2个月，就晾了他2个月，让他好好想清楚。后面出差回来之后，我们又恢复了每天聊天、周末见面的频率。我很困惑呀，但到目前也没有再进一步的动作了。我现在开始有点焦虑了，不知道继续这种节奏下去，还是结束这种关系，也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意思。啥意思呀？我们周末每周末见面，一般出去玩，大部分支出都是他主动付的，不让我付。他也会带我去和他的朋友们聚会玩，没有下一步，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。他没意思，姐妹儿，他没啥意思，没有什么意思，能有啥意思？没啥意思，没啥意思，能有啥意思？没有意思呀，没有意思啊。蛋总，突然想发你吃个瓜，是关于我就职的前公司的老板的故事。
我曾经就职的那家品牌公司，老板是我学长。当初我因反感父母安排的工作，经朋友介绍进了这家公司。老板身为股东之一，招人流程简便，又是我师兄，我就一下入职了。老板在我们这儿也算个有头有脸的人，出行豪车好几辆，日常穿戴很讲究，总爱用些奢侈品单品来凸显身份。可是他看似光鲜的外表下，却藏着不少糟心事儿。又让你知道了啊？又让你知道了？老板早已结婚，妻子也在上班，工作稳定，还育有一个4岁的儿子。按说有这样的家庭，该多花心思在家人身上，可他全然不是如此。他对老婆很是不关心，自己一门心思出去玩，沉迷麻将馆，常常一玩就玩到半夜，完全没有尽到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啊！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更过分的是，老板有极其恶劣的癖好，偷窥女同事。有一回，公司组织一场重大策展活动，喜欢偷拍女同事的脖子啊！就在那次活动现场，甲方来对接的工作的是一位30岁出头、长相精致的女士，谁也没想到这竟是甲方老板的夫人。老板见了人家，色心顿起，趁着女士进出厕所间隙，偷偷躲在厕所里偷拍，当场被人发现，报了警。老板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带走了，拘留啊！这事儿闹大了。甲方老板本就和他认识，哪能咽下这口气，坚决不肯原谅，提出要100万的赔偿，活动费用全免，并且要求不能把这事传出去。其他股东觉得赔偿金额太高，但又怕事情传开，以后没有生意做，权衡再三，最后赔了50万，这事儿压下来了。但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？甲方最终把这事儿捅了出去啊！甲方不对呀，刚刚不是说这个甲方觉得，不是说甲方要求这事儿不能传出去吗？等一下。什么意思？小镇这么大，消息沸沸扬扬，老板的所作所为暴露在了众人面前，让人不齿。而我也因为他不断压低我的底薪，增加工作量，最终选择了离职，远离了这个是非之地。故事到这儿似乎也该画上句号，但是小镇的生活还在继续，那些隐藏在平凡表象下的欲望、人情世故以及生活的无奈，依旧在各个角落悄然上演。那位老板的经历宛如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。激起涟漪，虽会渐渐散去，却也在不经意间给周围的人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印记。而我带着这段独特的记忆，继续在人生的旅途中前行，不知道未来还会遇见怎样的人和事儿，只是希望无论身处何种境遇，都能坚守内心那一份纯净和善良，不被世俗的浊流所淹没。毕竟人生这场戏没有重来的机会。姐妹儿，你给我回来！你给我搁这搞创作可不行啊！我们是一个。你别整我啊！咱们搞创作另有投稿的地方啊！你是不是没明白？我们这个投稿就是你有真实的人生经历，有一些困惑，你投给我。你投稿不是说投创作，好吧？创作你去找一些文学杂志啊！哎，我的天，前面我还挺认真，哎，跟我这练上笔了，你还搞什么创作呢？太坏了！中年心智，还是读少年心智吧啊！这怎么小红书的老板太幽默了，给我发上微信了。老板，你多给我点券儿，老板，夸在我小卖部下单呢。老板，你多给我点券儿，不比啥都强吗？跑我这微信咨询来了，念信是随机的啊。就算度过生命中最长的寒冬。当当当。